嘿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吸血鬼小呆包。不过我脸上的这个吸血鬼牙还有眼睛没有和我的皮肤对齐，感觉好尴尬呀。最近这个吸血鬼模组好像做的人挺多的，不过我不太想跟风做生存。然后今天找模组的时候，正好看到了这个模组，就想着可以给你们做个模组介绍，那样你们要是看到别人做的生存，也许就可以更容易看懂了。首先，这个世界是分为两大阵营的，一个是吸血鬼阵营，你可以成为一名拥有雄厚魔力的吸血鬼，但是却害怕阳光。一个是吸血鬼猎人阵营，你可以不断训练，突破人类的极限。吸血鬼和猎人是两个完全对立的种族，所以非常适合多人游玩。当然，单人玩也是可以的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到处可见猎人的帐篷，还有很大片的吸血鬼群系。吸血鬼群系的顶部有浓浓的云雾，这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在白天也正常活动。你完全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打怪练级的游戏。那么接下来我把两个阵营分别介绍一遍吧。吸血鬼篇，首先想要变成吸血鬼有两种办法，一种是被吸血鬼咬一口，你就有可能会获得一个名为吸血之棘的 buff，当然直接被咬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。第二种方法呢，则是击杀一只吸血鬼，然后把它的牙齿从嘴里掰下来，使用这个牙齿也有可能获得吸血之棘，然后过了大概1天的游戏时间，你就会被转变为吸血鬼。当然这个 buff 是可以被牛奶解除的。这两个方法的区别就是尊严问题，一个是被迫变身，而一个是主动变身。我相信一般人都会选择第二种吧。刚开始变成吸血鬼的时候，我们等级就1级，脸上会出现吸血鬼的眼睛和牙齿，而等级则会被显示在经验值的上方。我们的饥饿值也会被改成除血值，移速、血量、力量都会略有提升。不过在太阳下，屏幕会出现黄色的边缘，这当然不是因为你的屏幕被阿帕查兹了，其实是一种你不适应太阳光的表示。当你提升自己的吸血鬼等级之后，这个症状就会变得更加明显，你会出现虚弱或者反胃的状态，到了后面甚至会受到来自太阳的伤害。所以游戏贴心的为吸血鬼玩家们准备了一个棺材板，让玩吸血鬼的玩家可以在白天睡觉。当然，升级也会带来属性和技能的提升。我们可以通过在满除血值的情况下，吸取玩家或者生物的血液，并将多余的血液储存在瓶子里。像这样靠近这只羊，会出现一个吸血鬼的尖牙，然后按 V 就可以吸血。怪物的话，只有这种是可以吸血的。所有的生物血被吸完之后，都会变成吸血鬼的样子。我们将这些血瓶放在制作好的祭坛里，灌满祭坛，然后右键一下进行升级。较高等级的升级则需要摆出一些花里胡哨的祭坛，在开局给的导书里面有建造方法。升级所需要的材料也比较复杂，需要用到纯净血液，由吸血鬼伯爵掉落，还有人类之心和吸血鬼之书。升级的仪式还是挺酷炫的，有一道激光打在你的头上，然后你的世界会慢慢的变红，结束的时候是一声爆炸，然后你的升级就完成了。升到很高的等级之后，我们可以获得变成蝙蝠的能力，或者是伪装成人，还有一些攻击的能力和免疫阳光的能力等等。哦，对了，忘记说了，吸血鬼还是怕水的，在水中或者下雨天会变得虚弱。吸血鬼的练级是一个非常有阶段性的事情，最高级的吸血鬼甚至可以透视瞬移，这也可能是为什么最近这么多人玩吸血鬼生存的原因吧。吸血鬼猎人篇，不想变成反派，那我们就变成正派嘛。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想要变成专门杀吸血鬼的猎人，只需要找到一个村庄，然后在村庄中有猎人教官的地方，就是这个门口有一个吸血鬼尖牙牌子的地方，在里面的按摩椅上给自己打一针大蒜疫苗，从此我们就可以免疫血迹了。虽然这个免疫的方式稍微有点随便，但是管他呢，吸血鬼都存在了，作者说啥就是啥。猎人也可以提升猎人等级并升级技能，最开始都是一样的1级，我们可以用钉桩击杀吸血鬼，被钉桩击杀后，他们会掉落吸血鬼之血，我们可以带上这些血去野外随便找一个猎人交换升级，像这样我们可以升到4级，不过到了4级之后就没有办法这么简单的升级了，我们需要做猎人研究台，用吸血鬼尖牙、纯净血液还有吸血鬼之书来制作升级所需要的猎人情报，做完之后再去找教官 PY 一下就可以升级了。话说给他猎人情报就算了，这就当是给组织做贡献吧。但是这升级还要收铁和金锭，这猎人教官也太贪财了吧。我们升级可以学习的技能也非常多样性，有3条路线，一条是学习、制造和使用各种武器的路线，最高级的技能甚至可以让我们秒杀200血的吸血鬼。第二条是佛系路线，我们可以用大蒜炼药，往吸血鬼喷大蒜，或者建造可以驱散吸血鬼的大蒜区域等等。第三种则是升级血药桌，
通过对吸血鬼血进行一些奇妙的处理，处理之后给自己使用，承担一些副作用的同时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，可以说是借助吸血鬼的力量来打吸血鬼，总感觉有种走上了歪门邪道的感觉。这个模组里面还有很多两个阵营专属的装备，还有很多工作的方块，那这些我就不仔细介绍了，等你们自己发掘吧。如果让你们选择，你会选择做吸血鬼还是猎人呢？我感觉我应该会选择吸血鬼，别问，问就是因为吸血鬼长得帅。好的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